多谢啊，好嘞。哦，见过国公爷。怡宁呢？哦，您后边请。您来了。姨娘。我正好路过这儿，顺便进来看看。哎呀，这灯笼都挂起来了，好看。我女儿的字写的也可以啊，苍劲有力。那是我三哥写的。难怪，一看就是男人写的。那个，这都快过年了，这天气怎么还这么热呀？您请坐吧。啊。姨娘，你平日都喜欢吃什么呀？啊，我让府里厨子做好了以后可以给你送过来，好不好？不用劳烦了，我身边的亲曲、雪芝都是会厨艺的，而且这附近的酒肆想吃什么都有。要，要。哎，你喜欢放烟花吗？前几日宫里给我送来了很多烟花，说特别漂亮。可是这府里面没人敢放。你要不要？您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。那我就直说了。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？你能不能够来家里面吃顿年夜饭？也可以和祖母、弟弟妹妹一起亲近亲近。他们跟我说了好几次了，也想跟你团聚团聚，好不好？吃完饭以后，你可以在家里面顺便小住几日。啊，当然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可以随时回来。你不用马上回答我，可以再考虑考虑啊。我不急，不急，我还有公事，那我先走了。我愿意跟您回去。那我马上回去准备。不许反悔。嗯。我的老天爷啊！怡宁姑娘只是回来小住几日，这国公爷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她。国公爷亲生的，这好不容易寻回，自然是要捧在心尖上疼的。这往日里还觉得明珠姑娘已经是千宠万宠了，可今日一对比，还真看出差别了。是啊，瞧这院子，给公主住都够了。对啊。父亲。明珠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闻怡宁姐姐回来，我特意挑选了一对白瓷花卉鸡头壶，送给姐姐。父亲可是嫌弃了？哎，把这个茶杯放这儿，这。姑娘，您这特意挑了一对花瓶，巴巴送过来，这怎么国公爷还嫌弃呢？父亲一直在外面打仗，一向与我不亲。话虽如此，可是怡宁姑娘还没搬回来，国公爷就这样对您，那往后的日子岂不是更偏心？算了，祖母一向最喜欢我了，不会说变就变的。还有婷哥呢，他只认我这一个姐姐。
出，收，调，出，收，出，收，调，有长进啊！出，收，调，出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魏婷有长进，有长进。父亲，母亲，怡宁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拜见祖母大人呢。依宁见过太夫人，愿太夫人身体康健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这是明珠，打小儿在府里长大的，比你小1岁。以后啊，你就是这府里的嫡姑娘，她呢就是你的妹妹，望你们姐妹同心，互相扶持。怡宁姐姐好。见过明珠妹妹。婷哥，愣着干什么？叫姐姐，亲姐姐。你不是上次那个罗府的姐姐吗？怎么又成我亲姐姐了？让你叫姐姐就叫姐姐，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无妨。今天我让厨房做了很多好菜，咱们吃完年夜饭以后，让姐姐带你们2个去放烟花。今年的烟花特别多，是宫里送来的，你们可以放个够，好不好？今日可有蜜半山药？吃了起疹子，你还爱吃啊？哎呀，煮熟了不就没事了？你让厨房把那个山药放好了，别让魏婷去乱抓不就行了？是不是？入席吧。哎呀，今天是大年30儿。1杯。今天是大年30儿。哦，那就半杯吧。你，好好好，就1杯，1杯。来。哎呀，真是。那想当年我在军营的时候，和将士们那是抱着坛子喝呀，千杯不醉。现在好了，我老了，你要管着我，连喝酒的自由都没有了。祖母，慢点喝。您现在多大年纪啊？啊，能跟过去比吗？别说千杯不醉，就这1杯您喝完，那救急犯不犯都不知道呢。反正我是不疼。祖母，父亲他呀也是为您好呢。您忘了上次您肩胛骨旧伤犯的时候，疼的呀，那是整宿睡不着觉呢。我记得当时祖母亲口说，以后再也不饮酒了。这个小鬼头，那病人说的话能作数吗？啊？你祖母啊，每年过年都来这么一出。哎，怎么没酒啊？给我女儿也满上。满上，你有我们魏家的血脉，一定也能喝一点啊。来，女儿，吃这个鸽子，这是府里厨子的拿手菜。每年婷哥啊都会吃完自己的，还跟别人换位子吃别人碗里的。国公爷，宫里派人来了。殷国公，官家有旨。臣魏灵，匍匐宫听。殷国公魏灵为国为民，居功尽瘁，乃国之栋梁，功在社稷。朕得知殷国公寻回亲女，天伦圆满，甚感欣慰，特赐封魏夷宁
为青城县君，至上如右，奉行。叩谢天恩。青城县君接旨吧。姨娘，姨娘，接旨接旨。姨娘接旨。英国公请起，太夫人请起。恭喜英国公、太夫人、青城县君，宫中还有要事，在下就先行告退。有劳了，我送你。请。公公，官家日理万机，怎会对我家这些区区小事这么上心呢？官家再忙，天下的事也都在官家的心里，何况有陆侯从旁提醒着。官家加恩，自是顺理成章。哎呀，有劳公公了。国公留步。陆家学怎么有这功夫掺和我家的事？哎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啊，继续吃，继续喝。你看看你这些事干的，官家都知道了，小心那些有心人拿你的名誉做文章。您多虑了，要真有人能做文章的话，官家就不会赐宜宁县君了，是不是？宜宁啊，听说你有一个胭脂铺子，是，叫颜荣阁。明天去把它关了吧，然后搬回来住。哎，母亲。如果没有这道圣旨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可是，你现在是有名分、有品阶的人了，你再这样大张旗鼓的出去经商，一定会引来非议的。母亲，这些年咱们家受到的非议还少吗？您什么时候怕过？来，再倒一杯。没错，我是不怕。但是这件事没必要啊，咱们家又不差那点银子，他要是缺点什么，打个招呼不就成了？哎呀，母亲，还请太夫人见谅。这颜荣阁是我的心血，若太夫人实在不肯，便可以上书官家，就说身世之事纯属误会。姨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宜宁啊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宜宁不敢。宜宁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祖母说话呢？让他去上，上了书，你就不是我们国公府的人了，省得丢我们国公府的脸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父亲，士农工商，商者乃末流之辈。放肆！谁叫你这么说的？啊？我们魏家靠的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才得以立足，当深知这功绩是靠自己真本事才能取得的道理。你这小小年纪就开始以身份论尊卑，你长大了还要仗势欺人不成？啊！宜宁姐姐经商不靠旁人，靠的就是自己的真本事。倒是你，长大了没本事养活自己，坐吃山空。那才是真正的末流之辈呢，懂不懂？是祖母不让他开店，明珠姐姐说经商的不入流，父亲为何救我？赵明珠，回父亲的话，我是在给田哥讲书的时候，书上有提及这，才顺嘴说了一句。但我绝对不是说宜宁姐姐经商不入流。告诉你们俩啊，要不是看在今天是你们宜宁姐姐第一天在家里过年的份上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哎，小小年纪口无遮拦伤害家人，你还有理了？这孩子，你造反了你还？哎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教育他也得选个时候啊！这是干什么？这饭没法吃了。母亲。好看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房啊？不用了，我想回罗府。啊，也好，过年嘛。只是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祖母脾气直，性子急，但她心地很善良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和她相处久了，一定会喜欢她的，啊。还有，你祖父很早就战死沙场，我呢又常年领兵在外，这府里边都是明珠和婷哥陪着你祖母。他对2个孩子十分的爱护，我平时都大骂不得。但是今天，他们的确就是错了，我也错了，是我没教好他们，所以，我替他们向你赔罪了。您不要自责。其实明珠妹妹还有婷哥，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您因为包容我，所以才同意我经商，我很感激。感激什么？我是你父亲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尽管去开。你祖母那儿，我去跟她说，不用顾忌。您不要再与太夫人起冲突了。其实，若今日不是我，就没有那道圣旨，说不定现在大家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正在吃年夜饭呢。以后你不许说这种见外的话。姨娘，今天你能陪我过年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你是我魏灵的女儿，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也不必看他们的眼色。我就希望你飞扬跋扈，为所欲为。天塌下来，为父替你顶着。嗯。天气冷了，您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谢谢父亲。等等。时光安宁，把年华都化作寻常岁月，够了时间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绕无言青丝交换白霜，半生衣裳。谢谢父亲。最后一缕拉长吻，余年乱嬉笑对望，归途云卷云舒都已身亡，候鸟一行到梦乡。这儿没旁人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是不是故意叫婷哥那样轻贱怡宁的？祖母，原本就是怡宁姐姐做的不对，她顶着国公府嫡女的身份就跑出去开铺子，这不摆明了让我们国公府蒙羞吗？你呀，我知道你是为国公府好，但是你也不能让婷哥那么说她呀。是我跟婷哥说的那件事儿，但是我也没想着他能说出那样的话呀。这件事，你父亲特别生气，觉得我们给怡宁气受了。你这个丫头啊，你这个脾气也得改一改，要好好的跟他亲近亲近。明珠，知道了。过来，坐这儿。
知道，你呢一时半会儿是很难能接受他的。本来这府里就你一个丫头，现在又来了一个，还是亲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的态度会让你不舒服的。没有，还嘴硬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哎呦呦！我跟你说啊，就算是来了个亲的，他也不敢欺负你。怡宁不敢，你父亲他更不敢。祖母，哎呦，傻姑娘哎！母亲，怡宁呢？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这闹脾气了不成啊？这以后见了我，连祖母都不叫了，得叫我太夫人了吧？明珠，去看看婷哥怎么样了啊？母亲，怡宁回罗府只是想念她在罗府的祖母了。这些年要是没有罗老夫人护着她，恐怕怡宁早就被歹人所害，活不到今天。唉，怡宁这些年过得太苦了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却没有享受我一天的照顾和爱护，我亏欠她太多了。我知道你觉得亏欠，但是你也不能偏心得太狠呐。我知道您是真心疼明珠，我也是。可是今天您看，她明珠那么欺负怡宁，您却一句话都没有。这件事我说过她了，她又不是故意的。倒是你，人家明珠送给怡宁花瓶，你觉得不喜欢，就给人家退回去了。哎呀，母亲，你应该知道，她明珠卧房里有多少奇珍异宝，可她就是偏偏挑了一个最廉价的，那不是明摆着轻视怡宁吗？我跟您说啊，我当面给她退回去，那都是看您的面子。搞我的脾气，我当时就给她摔了。还有啊，您让她关掉烟容阁的事，我不同意，那是她的心血。我也是为她好呀。作为国公府的嫡长女，官家亲封的县君，做事那得妥当。抛头露面去做生意，那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想当年，您以女儿之身参军打仗，那不是也遭受了很多非议吗？但您都顶住了，所以才建立功勋，扬我国公府之威。我知道您一直都有一颗豁达的心，但怎么现在怡宁这点小事，您就放不过了呢？啊？你知道我在意的不是这个，那您更不用在意了。我明天去跟官家解释，好不好？申远，八王案，你打算继续查下去吗？父亲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有所打算了，父亲就不必跟着一起悬心。你上任1个月就查了那么多人，达里斯上上下下对你颇有意见。为父觉得做人做事，首先要求稳。你位置都没有坐热呢，却树敌无数。老实跟你说，蒋少卿现在对你不是很满意。是，我明白父亲的担心，但这件事情父亲觉得不应该查下去吗？查，如果你想查就查，但是为父希望你循序渐进。朝中势力错综复杂，你动一个人，你都不知道他背后是哪一方的势力。八王案牵扯甚广，当年八王跟陈九衡奉命一同前往江南赈灾，结果陈九衡贪污了赈灾粮，八王不知所踪。坊间传闻，陈九衡为了掩盖事实，害死了八王，最后落了一个
株连九族的结果。父亲，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陈大人就不可能贪污。你为何如此确定？申远，为父只是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妄自尊大，而牵累了整个罗家。儿子谨记，但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下去的。哎呀，这大过年的，怎么老谈公务啊？喝茶，对，吃点心，说点高兴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母亲，前几日孙先生来府上，我跟他谈了一下申远跟孙姑娘的亲事。孙先生的意思是想尊重一下女儿，问下孙姑娘的意思。好啊，这可是门好亲事啊。申远自己怎么想啊？我对他没有任何意思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过2年再议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我有些事情就先行告退了。公子，怡宁姑娘这会儿应该在国公府里吃年夜饭呢，您来这儿也见不到她呀。见不到她是好事，说明她在英国公府一切安好。唉，您早点把她娶了该多好，就不用这样日日想家了。今年的春联还是三哥写的呢。这府里放着一个大状元，当然用来撑门面了。现在祖母、三哥还有母亲，应该都在吃年夜饭了吧？姑娘，可要进去。回烟容阁吧。是。怎么了？几日不见，不认识我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么晚了，我以为你在罗府过年呢。那你呢？英国公府的年夜饭不好吃啊？三哥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是。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没多久。可是若我不回来，你在这里一直等，岂不是白等了？你等在这儿这么久，只是为了送我这个？还有陪你过大年夜。这摩诃洛为什么看起来不太精致？你看不出来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吗？挑三拣四的。是你自己做的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三哥，你看他们放烟花放得好热闹，我也想去放烟花。走。此心之不移，不悔，一双人两相随，放两颗真心，朝生暮寐。此生对人已不悔。
望此生双双对。愿山前一枚，两人楼白首一对，心书成双对，饮水心扉。思索情也美，舍不下须臾作对。君只盼我这梦红老岁。心甘愿跟随，终是盼此生相对。凭心上滋味，让面上飞。问宿命何为？终有心同赴此会。我心飞，你以为双双飞飞。宪君怕是把整个英国公府的烟花都搬过来了吧？三哥这么快就知道我被封为宪君，只是太夫人跟我说，我现在是有品阶的人了，不能随意抛头露面，让我把烟容阁给关掉。官员经商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但是近几年出了几桩官商勾结的大案，导致官家下令官员不得与民争利。小小的烟容阁当然算不得与民争利，何况铺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国公爷会说服魏太夫人的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可是我不想让父亲为难。你认他了？今日我试着叫了一声父亲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。原本我以为父亲就是一个冷冰冰的称呼，可是我现在觉得很温暖。那你认下他了，考虑回府住吗？三哥觉得我应该搬回去吗？那毕竟是你的家人。可是除了父亲，其他的人我都觉得有些陌生，而且我现在也不能回罗府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依宁，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家。其实我早就对你有……三哥，外面的雪好大呀！你涓涓如歌，在心底泼墨，只一个交错，染一生纹落。人烟突大雨磅礴，百转千回过，心一念如昨，守这个角落。舅舅，罗申元已经找到八王的遗骸了，就在虎头帮曾经的驻扎地老虎山。当年汪远派亲信高达去办理此事，就办成这样了。早知道高达办理事情如此不利索，我就不掺和进这趟浑水了。罗慎远都查到这儿了，汪相那边也应该有所行动了吧？咱们就坐山观虎斗，静观其变吧。国公府的小厮说，怡宁姑娘回了烟容阁，要不要去敲门？这过年她不在国公府好好待着，却跑到这里来，看来在国公府待得不开心啊。这个国公爷口口声声说宠女儿，宠女儿，竟是这么宠的。那舅舅
这个时候更应该出现了。女人脆弱的时候，男人的关怀才显得。少用你那套在烟花巷学的用在他身上。我只是觉得，你又费心把宋子云找过来解释真相，又为他争取了宪军的称号，他怎么也能被感动。我与他之间都等这么些年了，也不怕这些时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快些回去吧，大过年的，别让家里担心。陆侯，一大早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听说你被封了县君，特来恭喜。您在这里等了一晚上吗？对，就当是跟你一起守岁了。妹妹，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守岁的日子吗？不记得。那时我还偷偷养了一株昙花，告诉你花晚上会开，你就蹲在花前守了一夜。后来才知道那花是夏季才会开的。陆侯，若是你没有事，我要去国公府拜年了。妹妹，大年初一，于别人而言是团圆的日子，但于我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人，像往常一样，又过了一年。陆侯，有什么话便直说吧。国公府是不是给你气受了？国公府对我很好，陆侯何出此言？待你很好的话，大年初一，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这件事情与陆侯无关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不是跟罗生源有关系啊？妹妹，你跟他既然并非兄妹之情，那应该避嫌。大半夜的，他不好好在罗府待着，出来干什么？这些事情不需要陆侯操心。青渠，我们走。宜宁祝祖母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。父亲，宜宁祝您腾达亨通，青云得志。也祝我们小宜宁每天都开开心心呐！啊，太夫人一早就在说，不知道宜宁姑娘今日什么时候回府，可盼着呢。老话说，再亲也比不过隔辈亲，祖孙情谊重呢。多谢祖母。宜宁，你那铺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母亲，你急什么？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。宜宁，罗府是书香世家，罗老夫人和林大娘子又那么疼你，你在罗府上肯定是不缺吃少穿，你怎么想着自己出来开个铺子呢？祖母，之前我在罗府的时候，自小也是生活在别院的。那时候我常常溜出去，也见过一些女子的一生。宜宁不想像她们那样生活。什么样的生活？依附于他人的生活。此话怎么讲？女子出嫁之前靠父母，出身便决定了她们会嫁给什么样子的人。出嫁之后便靠丈夫，运气好的话，夫妻和睦，平顺一生；若运气不好，妻妾相争，你死我活。宜宁不想过那样子的生活。唉，女人的一生自古以来不都是如此吗？祖母就不一样啊，
祖母凭着自己一己之力，证明了女子并不比男子弱，而且怡宁也想像祖母那样，女子不只是嫁人生子，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。有志气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怡宁姑娘说这番话的模样，像极了太夫人您年轻时的神韵。您不就是在这般年岁不管不顾地上了战场，受再重的伤也没悔没怨过？你有这个心气，倒也难得。但是这个世间的事啊，不是你自立自强便能无牵无挂的。做任何事情，都应该有分寸。怡宁谨记祖母教诲。好了，祖母，这大过年的，您让姐姐谨记这个，谨记那个的。不过祖母，听您提及往事，明珠可羡慕了呢。若非舍不下祖母，明珠也想和父亲一样去边关上阵杀敌呢。哟，打仗是好玩的事情吗？那祖母打小教我练武，还说我一学就会，若不出去闯荡一番，岂不是浪费祖母一番心血？怡宁啊，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？我回去收拾东西，过几日我收拾好东西就搬回来。你真的愿意搬回来？这才是我国公府嫡姑娘的样子。